曾经贫穷落后的东马正强势崛起，逐步扮演造王者的角色，主导马来西亚的政局发展。东马支持谁，谁就能当上马来西亚的首相。马来西亚在2008年大选后正式终结有一个单独的政治联盟独大的情况。独立以来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西马国政首次失去2/3议席优势，使他在任何需要修宪的重大课题上必须放下身段，与其他的政治联盟谈判，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止修宪，就连组织政府和通过任何的法案都有可能面临挑战。国政就曾在1976年时修宪，把马来西亚的东马，也就是婆罗洲的沙巴和沙拉越从邦的地位降格为州，也就是和西马是一个州属同等级，使联邦政府在颁布某些法令时无需特别注明东马，该法令也可能自动在东马生效，这就变相侵蚀了东马在某些课题上的自主权。毕竟当年东马和马来半岛共组马来西亚联邦时就已经谈好条件，在某些课题上东马有自主权，比如移民、教育等方面。而降格此举使得东马人很是愤慨，一直寻找机会恢复东马的政治地位和索回东马的权益。沙巴和沙拉越占马来西亚联邦议会222个议席的1/4。马来西亚最大的州沙拉越拥有31个议席，而该国第二大州沙巴则拥有25个议席。东马人民总是觉得自己被西马剥削了，因为东马盛产石油，但至今依然贫穷落后。不禁想问，这些赚到的钱到底跑哪去了呢？为何没有惠及东马呢？ If you say don't fair, it's not fair, then how come Sarawak and Sabah contributed so much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then giving to Semenanjung? You have everything in Semenanjung. You have highway, you have bridges, you have all the facilities are almost there in Semenanjung. But Sabah and Sarawak are left behind. Economic-wise, we contributed so much. You have 2 twin towers. They say the 2 twin towers should be in Sarawak. 随着东马本土意识愈发强烈，东马的政客们在争取和恢复东马的权益课题上愈发激进。他们似乎已经不站在马来西亚整体视角来看待马来西亚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无论你西马的政治、种族、宗教搞到如何糟糕，那是你们的事，不要影响到我东马就行。还有属于我们东马的权益，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要回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手关注了，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为了东马和西马的发展差距这么大呢，东马某些地方甚至连手机讯号都没有，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2008年后的几次大选，占据马来西亚国会3/4议席的马来半岛可以说是一盘散沙，谁也凑不够多数议席单独组织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此时东马已经成为了造王者，你们西马的各阵营谁能提供更好的待遇和答应我们东马的诉求，我们东马就支持哪一方，让他赢，当上马来西亚首相。GPS will cooperate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We are focusing on our Sarawak interests. 因此，你可以看到，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后，马来西亚内阁东马部长和副部长的分配，从2008年选举时的57个职位中的11个，增加到61个职位中的20个。2022年大选后，更是首次出现有东马人出任马来西亚副首相。1969年9月16日是马来半岛、沙巴、沙拉越还已经退出联邦的新加坡的大日子，但在2008年以前，这个日子并没有被人重视过，也没有特别假期。马来半岛只注重在独立日，也就是8月31日，而非马来西亚日。直到2008年大选后，国政实力大减，这时他才更需要依赖东马政党的支持来帮他续命，所以才在2009年10月21日由时任首相纳吉宣布，从2010年起9月16日定为马来西亚日全国假期，来示好东马政党和人民。Sabah and Sarawak believe by having 35%, and when Singapore is no longer part of Malaysia, that particular seat should be distributed among Sabah and Sarawak. Because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here's some protection. As far as this Constitution is concerned, the right of Sabah, the right of Sarawak is protected under Constitution, and it can only be amended by majority decis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which is 2/3. But right now, if seats in Semenanjung are more than 2/3, they can go and vote, and they can remove all the rights of Sabah and Sarawak. So there's no protection for Sabah and Sarawak. We must have that protection. So that's why, as far as Sabah and Sarawak, they are looking into 35% at least, so that no single zone or region can defeat the spirit of formation of Malaysia through votes in the Parliament.
2021年12月，在东马的施压下，更是通过了宪法的修正案，恢复沙巴和沙捞越作为马来亚平等伙伴地位，也就是从州恢复为邦的地位。该法案也首次定义了马来西亚的，并通过纳入马来西亚协议，重新定义了联邦。该法案于2022年1月19日获得皇家批准通过，并于2022年2月11日生效。所以你认为壮大东马的政治力量对马来西亚整体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它能否达到制衡的效果呢？让马来西亚保持中庸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越走越极端？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喜欢这部视频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一周更新。如果你想知道为了西马人到东马只能停留3个月，而东马人到西马怎么有限制呢？可以点击下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